今天的话，我们的课程应该说是正式开始的第一讲。对于很多的朋友，应该说，有部分的话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有一部分的是我们老同学，还有一部分是新同学。可能对于新同学的话，部分的新同学而言，课程这一块要有一简单的适应啊。所以今天这堂课的话，我会做一个开篇之讲，也是可以这么讲啊，应该说可以这么讲的，就是如果这堂课同学们弄明白的话，基本上而言，本次高级课程之后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收获。那么具体讲的话，准确讲就是你可以达到这种交易模式的稳健盈利。听清楚话啊！刚才这话我再重复一遍啊！如果这节课同学们把这节课搞明白了啊，搞懂了，基本上能够掌握着它的核心，那么在本次高级课程的后续时间的推进的学习，基本上可以完成我们持续稳健盈利的这个目标。好，那么换句话说，今天这堂课，如果我把它定义为整个高级课程当中最为重要一堂课，我觉得都不过分。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这次来高级课学习的同学，有一部分是基础的这个老同学，还有一部分是我们从高级一期这个过来的同学。那么高级一期过来的同学，当然有很多同学，部分同学是觉得这个彼此之间，比如说想跟我一起，那么这个当然这个我觉得美美说的这个我非常感动啊，他有的时候会占用到我们学习资源，当然我这个没什么，我不说这部分。主要一部分是什么？就是很多同学可能想通过高级二期更加精炼啊，让自己更加的去这个常态化。那么还有一部分同学是比较复杂的，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缠论的核心，从来没有接触过缠论的学习，包括基础的课程同学，有的时候在正儿八经应用交易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什么，就是没法做到我们叫做常态化，或者说利润的最大化。那么我相信，因为这是我们的高级课程是最后是讲啊，也就是说是收官之讲，所以有的同学的话会把在这个心情方面，或者说在学课程动机方面会有很多的复杂。那么这个复杂的话，也因为就是体现很多同学之前已经学过了就学过了很多种方法，或者说有一定的基础，但是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就是我们的障碍，那就是没有法达到稳健持续盈利的常态化。换句话说，就是无法做到投资的职业化无法做到通过股市达到这种职业化的收入。那么这个问题是我们所有的同学存在的，我想也是同学们来参加课程因为今天第一讲想要解决的问题。那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同学们认真听这堂课非常重要，否则的话你永远找不到这种进步的方向在哪里。正如我刚才说的，如果这堂课你能够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掌握的话，那么你会比很多同学说其他部分同学你会比较快。这一点应该是高级一期有非常明显的体现的。那么我刚刚说回这点，那么对于很多同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障碍点存在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稳健持续盈利常态化的障碍给完全解决，它的点出在哪里？那么也就是今天要讲的职业交易者的缠论核心。那很多同学说，老师我要学习方法，那么学方法到底学的是什么？有的同学可能对缠论不了解，那么缠论到底是什么？那么包括如果我们要经验像其他的这个能够快速成长的，比如说有部分同学是一周的盈利是10%的一滚动虽然说这是很一般，但我觉得已经比之前非常好了。那么所以说今天这堂课的话，也是我们这个高级课程开篇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也是我要去分享的课程。 OK， 好吧，零基础的同学要好好学，非常好，好吧？那么这点我们看朋友们准备好的同学们准备好的同学给我提示打个1。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的正式学习。今天的课程同学对于部分同学来看，那么通过今天这堂课，那么同学们这个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之前如果参加过部分的这种所谓的学习方法体系的学习，那么如果你方法体学完之后并没有达到你所想要的
这个目标是什么问题啊？当然，我可以明确的说，并不完全是方法的问题啊，并不完全是方法问题，还有什么？还有很多是其他问题的，其他问题点在哪里？啊，这是一个点。那么还有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同学当中已经学过基础的，那么如何通过高阶2期，就我说的最后一期了，你要讲的这个东西，能够达到他所的一个进步，实现盈利常态化，好吧？非常感谢同学一个反馈。那么同样这堂课讲完之后，对于我们当下2期当中，就是目前我们高阶2期所有的同学，你们都应该能够找到我们成长的方向。就是我们进阶的方向，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否则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开始学。好，所以今天我们整个这堂课的话，主要是包含4个方面：什么是残忍？什么阻碍了投资职业化？那么，什么阻碍了投资职业化是本堂课的重点，也是明白这个问题之后，你就知道未来该如何开展我们的学习。那就是我说的课程的开展和学习工具的运用。那这一点我要在课程之前要提醒一点啊，同学们，因为有的同学是高级一期来的我们的老同学了啊，就是我们的学长和学姐。那么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本次高级2期所有的课程内容是全新的课程，所以这点的话，我并没有在这个资本入门之里去讲这堂课，因为一切还是讲究缘分嘛。所以说缘分这块，同学们如果还在目前。今天我们能够相聚在这课堂，那一定是我们的缘分。说道理的话，还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说的，有的时候我们在高级课程，我说了，在高级入门的时候，我不想把很多东西去抬得太高，应该要是很多东西都是正常过来的积累啊，所以我们应该是付出我们努力才可以收获的。那么这里的话，因为到今天课程正式开始了，所以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啊，就是我们本次课程的话是全新的课程。相比较之前是全新的课程，所以希望所有同学们都应该要努力。那么我们说一点是什么是残忍这一块。OK， 什么是残忍这一块？同学们，残忍这一块的话，我有一点非常明确的告诉同学们，就是无论是市场当中，还是我们之前从08年也开始的话，很多同学去学习残忍，其实我们对残忍都没有完全理解，包括今天晚上很多同学呢报我们说的残忍高级课，依然还有同学并不完全理解什么是残忍啊，包括他解决什么问题。那么我相信从高级1期过来的同学应该会有所理解残忍到底是什么，但是我相信依然有部分同学并没有完全正儿八经的理解残忍的核心是什么。那么理解残忍核心是什么，你也明白残忍到底要学什么啊？然后干嘛？就是我们说的第2个方面、第3、第4。那么今天说这一块，我们在讲今天什么是残忍之前，我们想跟同学一起去做个简单的互动，也让同学们能明白。听清楚，同学们，这门课非常重要哈，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因为这个课程是之前从来没有讲过的，从来没有讲过的课程，好吧？我希望经过之前的一些这个授课的经验那么我找到了可能可以让很多同学达到最快速的入门。我说过，方法的话其实也教很简单，但是让同学们学起来能够入心，并不容易的事情我相信这是作为老师而言的话，是一直去寻求突破的好吧？那我们先说第一个，什么是残忍？同学们有没有同学跟我们简单的分享到底什么是残忍？就是无论你是零基础的，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还是没有接触过高级课的，或者说已经接触过高级课的，有没有同学能够用一句话明确的表明白到底什么是残忍？如果你能够明白，那么这堂课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了。残忍还是沿市场的真实走势。这个非常好，这个应该是我在文章当中说的最多的一次。好吧，说的最多的是。那么还有什么是还原市场的真实走势？这个只能说是残忍的学习任何一种方法，它的目的都应该是要还原市场的这个真实走势。有同学结构学也是我在文章当中说的。那么结构学的话，是对残忍的一种可以去表达市场的一种体现的形式，我们用结构学来表明白，来表达它。但是这个并不是描绘残忍的它的核心，它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同学说过物理动力学的自然走势这个物理动力学这个应该是理科的理科生非常好因为我大学时候学的也是理科，然后
然后什么？然后本科学的是双学位，然后后来研究生学的什么？学的是这个经济学。市场的本质啊，揭露市场本质的完整体系，这都是才能或者说同学们所描绘的都是方法的目的和方法的这种吧，去对市场的一种目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肯定就不是好的方法。我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同学们去准确的描绘才能到底是什么啊，能够精确买卖点。才能思维体系、交易体系啊，好吧，中枢好。那么有同学说了一点了，中枢才能就是中枢，那么这个应该说到了1/3。好，非常好，非常非常好，明白，很好，我看到答案了，非常好。那么这个是，也许吧，一个是这个梦啊，还有其他同学，才能是以中枢为核心，走势分类，是吧？还有什么级别和2个基本点，非常好，同学们，非常好。感谢这位同学的一个这个反馈，那么也感谢所有同学的嘛一个认真的这个反馈，那么同学们应该说你的答案是对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从一开始就要去学习某个体系的话，你必然要对这个体系的知识体系你要有一个非常精确和非常直接到它本质的一个理解。所以才能到底是什么？同学们，就是以一个中枢为核心，走势分类和级别为2个基本点。我相信这些话对于很多有才能基础的同学应该你都会有了解过，包括从没有接触过才能的同学应该也有所听说过。那么我相信呢，当你正儿八经去学习才能的时候，可能你会发现我学的方法，我学的最后的知识其实跟这句话没有太多的直接的关联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禅师原文当中，就是我们的祖师在开始的时候，他的这种方法完全的结构体系，用一句话，也就是说这是整个才能的吧，它的核心概要，一个中枢为核心，走势分类和级别为2个基本点，其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辅助。那很简单，这句话就是整个才能的核心。但是并不是所有同学去学习方法的时候你能够抓住这个核心，那么这个跟同学没有关系，因为市场当中有很多关于才能的解释和理解。好，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出来去决定这个讲授才能这一块的话，除了我个人的因素之外，还有要完成师门传承一个任务，那么这个我已完成了。但是我是想说的，很多东西的话，市场所流行的并不是真的，但是它到底是什么，当然也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需要同学们自个去验证。但有一点要非常明确，那么我们学习才能学习什么？当你明白它是一个中枢为核心，走势分类和级别为2个基本点，其他全是辅助，就意味着为什么？意味着你在未来学习过程当中，中枢是你的核心，分类和级别是2个非常重要的基础的知识，一定要完全掌握。其他的东西点你可学可不学你可学可不学。那么也就是说，当我们要把这个知识体系完全搞明白，必须得按照这3个基本单位来干嘛？来完成整个才能的体系。但如果说假如说我们从高级1期的同学过来的话，或者说对于部分老同学而言的话，那么已经接触过才能的同学，如果说在你脑海当中，当你看到这句话而能够非常清晰的明确我的所有的交易模式的体系，我的所有对市场看涨就涨，看跌就跌，选股选牛股，包括日常的交易模式的复盘去做交易，复利滚动这种做的常态化的话，干嘛是建立在这个为基础之上，那就说明你学的没有偏，你学的方法是对的，你学的东西可以让你干嘛随着时间的推移真正实现投资的就怎么我们说的时间的美好，否则后面都是兜兜转转。那既然明白我们才能是这个东西3点最主要，那未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学？包括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明白，但为什么之前我所学的东西或者说没有办法实现盈利的常态化，以及有的同学没有办法入门有的同学零基础的同学我要快速入门的话，因素在哪里？原因在哪里？它的障碍点在哪里？就今天我们讲的第2点。第2点的话是我想要讲的，就是今天这堂课的核心，
也是我要跟同学们有基础的老同学，还有我们的所有其他老同学，还有包括我们所有零基础同学要干嘛？做一个简单的分享。那么这个分享是我想表达这节课的一个核心要点。这个要点你明白之后，我相信你就能够找到你想要的方向。大家看到这张 PPT， 同学认真听非常重要。这节课的话，虽然时间并不特别长，但是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开端。如果这个开端你成功了，那么未来学习非常之快速入门。那么我们看到一点就是我们什么阻碍投资职业化？很简单，比如说有的同学可能是08年入市的，还有同学可能是更早。那么有的同学可能是刚入市并没有多少年，那么会有一个障碍点。那如果你并不能够，当然对于投资者而言，那么如果我们去投资，是市场上必然是干嘛？通过市场赚钱，也就是说实现我们的这种盈利常态化实现我们的不断的复利滚动，类似于存款的，但是远远高于存款的这种投资收益，这种投资的一个动作和我们想的一个目标阻碍了我们投资职业化的是什么因素？认真听很多同学没有去接触过这东西。我说过，任何的方法不仅是我们残忍，其实残忍只是方法当中的一种，只不过这个方法对我而言，或者说对大多数市场而言，它是目前整个市场当中所流传出来的。同学们一定非常坚信一点，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种方法，但是能够真正完整而流传出来的方法非常之少。非常之少。之所以我，比如说很多这个，比如说我或者我的这个其他的，会出来讲授这个产论的话，其实是因为没有这种所谓的要求。什么要求？就是我之前怎么能说过，很多时候它师门这一块是很重要的，就是师门这个很严格，并不会让这个东西流传在市场上，流传在市面上。那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方法一定是有的，而且有很多种，只不过我们普通的中小投资者而言，很难去接触到这种能够明确市场的本质的方法，很难接触到，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派系也没有这种家族的投资，这种投资也没有所谓的在某个机构的，而且是家族的一种机构的都没有或者是科班的。那么科班的话，它的方法也是跟我们体系不一样那么当然对于它不太适合我们的中小资金，那么科班也不会，因为科班的门槛比较高，比如说到研究生博士这一块，那么正儿研究这种所谓的这个基本面、金融面、经济层面的话，政策面这块可能看的比较多一点。那么所以说方法有很多种，能够明确市场本质，这是方法的一个核心要点。当你明确市场本质的话，你就会看涨即涨，看跌即跌。好，问题来了，那有说老师，既然说是能够明确市场本质，我们天天在讲缠论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知识体系，那么它可以明确市场本质，看涨就涨，看跌即跌，这是我在文章中说的最多的一次。那么为什么有同学学习缠论的时候，包括同学学基础缠论，包括我们高级一些，而无法做到像其他的同学达到盈利的常态化呢？为什么没有办法做到这点？是什么？这是今天要讲的。那么从缠论的这个来看的话，认知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它应该有3种方式，这是我从来没有讲过的哪3种方式呢？我觉得我在文章当中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缠论的话，传统的这种缠论，它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最难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同学们，最难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没办法明确级别的统一。这个很多同学已经看过了基础课程，但我告诉你，未来当中您基础东西应该怎么去学包括我们有一定基础同学如何去精炼，好吧？比如刚刚说的这个传统缠论的问题是没办法把级别做的统一，也就是说它的所谓的线段包括它所谓的这个比这种所谓的2种不同级别的，到未来当中或者说他们的实际应用过程当中会出现了叫比的级别和线段的级别出现了混乱，这个混乱会导致你买卖点的节奏无法掌握。比如说你会把30分钟级别的买点
看成5分钟金鱼买点，或者把5分钟金鱼买点看成30分钟金鱼买点。那这种如果连买点的级别的节奏无法掌握，你就不能够明确我持仓到底持到什么时候应该卖掉。因为买点它的作用点的话，可能还相对好一点，它是一个选择性的啊。但是卖点的话一定要精确，否则你容易卖到半山腰，或者说容易没有拿到你应该可以拿到的相关利润。这是传统缠论这一块的。那么传统缠论这一块的点的话是没法做的这一块。那么没办法做的这一块因素是什么呢？是没办法成球。同学们认真听啊，来了。那么回到这里看，所谓的如何让市场方法能够看到本质，是这个方法必定是可以闭合的。什么叫闭合？就是所有的知识体系，所有的知识点应该是相互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他们之间是互援互起，不是像所谓的1+1，然后或者最后加100。那如果说是叠加式的方式的话，那么这种所谓的方法学到最后会变得很臃肿，你没办法去用到干嘛？复利滚动，没办法去做什么精炼，你也没办法做什么我们说的在市场当中快速高效的金融，你会变得很木讷，变得很迟滞，因为什么呢？很臃肿。那么这种很多方法它刚开始入门很容易，但精通非常难。那么缠论是恰恰相反。但所以说我说过，并不是缠论它是一个市场上只有缠论是一种好的方法，因为什么流传的认知的可能比较少。那么这也是我这样的。比如说我刚开始说我也是有很多方法，但是最后因为什么？因为缠论而改变了我之前的所有的这个记忆所有的遭遇。所以我对缠论的理解对缠论的这一个应该说是比较怎么说呢？是相对而言的话是是过来人的那么说了这一块的话，也就是想跟同学分享一点，就是如果方法它是个闭合，能看到本质这一块，那必然是什么？所有的知识点是可以成球的。好，那既然它可以成球，也就是说整个市场当中未来学的方法，如果你这个是一个球体，在市场进行滚动，一定明白它是一个球体的概念。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很多知识点，比如说我们学的是比线段、顶底精确线段的延伸、动态基础的线段理解、中枢，还有走势分类，包括什么各种的本质结构包括后面所谓的买卖点，还有所有的相关知识点，各种各样的辅助知识点。你学完之后，如果是这个知识点加起来之后，你说如果要用作交易，要把所有的知识点用到的话，那肯定做不了交易，一定做不了交易。到未来当中，我们学完整个知识体系之后，你实际用到做交易的话，其实就这3招就是3招。那么这3招的话是什么？是所有的方法经过成球之后的经验，也就是刚开始做加法，后面是做减法。那么减法的目的、加法的目的都是围绕一个球体去。但问题来了，传统缠论的话，因为它的知识点的切换和知识点的没有办法去做级别的统一，导致它构成不了这个球。所以说你整个的价值体系、整个的交易体系是什么？是崩的。也就是说你根本没办法成体系。这为什么市场上大多数非派系的或者说这个没有正儿八经去学过缠论的这个同学，可能没办法做到通过缠论去达到我们所要的就是复利滚动，就没办法达到你想要的，用起来可能容易出错，或者用起来的话可能时好时不好时赚时亏，因素在这里面。如果说一个方法要实现稳健性的这种持续盈利的投资职业化的话，必然是持续稳健的滚动的那这个就是你说的通过你方法看涨就涨，看跌就跌这是必须要做不到这一点的话，你是没办法弄的。这是传统的问题。那么好，学完传统之后，我记得我在整个市场当中已经有2个版本，一个版本是基础版本，一个版本是本质版本基础的版本的话，就是同学们2580 3个月的课程当中比如学完3个月之后，整个学这基础课程，那么也就是同学们你们所看到的基础的从1到21讲吧就是我们的小助已经上传的那个基础课程的话，是叫做基础的缠论。那么后面当中，从1阶段1讲到我们属于3阶段的整个的交易模式的引导建立的话，其实是干嘛？是本质。那么这2个版本呢，是目前市场当中，我觉得在我所讲之前是市场是没有的是独一份的。那么现在的话讲完之后，同学们应该有同学应该接触过，包括很多同学学过了。这种基础的和本质的应该有同学接触过。那么在文章当中也说过一点，
那么这两个版本呢，其实是一个版本，听清楚哈，听清楚，同学们认真听啊，好，认真听，好，声音断续吗？声音有断续吗，同学们？哦，那么我这声音是没有问题的 ，OK， 哦，如果声音有问题的话，那看是不是你网速是不是有问题？好吧，那么接着讲，刚刚同学问到为什么会成球？因为如果你方法你的听清楚是你的体系交易模式一定是什么可以闭环的，这个未来同学学完之后就明白，如果你没办法实现闭环的话，你是没办法成交易模式的，你没办法做什么叫做这个就我们说的去市场的一个滚动。所以它的球的因素在什么？在于只有成球体，你才可以不断去精炼，否则你精炼不了，否则你也没办法什么去做到这种极致化。啊，那么我说到这个，我在基础当中有讲过啊，所以我现在看到是这目前来看的话，这两点是我要跟从有一定基础同学为什么你去查认而这块没办法达到因素所在，也包括明白这个之后的话，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如何去开展本次高级课程的它的不一样的学习啊，或者全方面的学习，另外一种方式的学习。那么看到这个基础当中的话是什么概念点的？包括在高级一期部分同学可能你没办法没有其他同学跑得快，因素在哪里？是基础当中的话，它是有第一个是线段的唯一，走势分类的唯一，然后是买卖点的唯一。那么这三个的话，其实线段也是中枢的概念，走势分类就是我们说的很严的走势分类，买卖点的话一定包括级别。那么这三个其实已经包含了干嘛？就是说了中枢为核心，级别、走势分类啊为两个基础点的。那么以这三个点的话，因为这个三个点是什么？它并不是本质化，它是一个整个笼统的，就是一个概化。它是一个结构化，所以这三个话基础过来的同学，你发现你其实也可以成球体，就是你可以一定的交易，但是呢，你这个球体的话，干嘛？它的球的表面，它并不是球面，而是什么？像这种框架面。哦，也就是说，我们打个比方，当你用这个东西去做滚动的话，你没办法实现最快速的或者高效化的，有时候时好时不好啊。当你这滚动的时候，因为它有柔心有柔空，有柔心有柔空。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是基础课程学完之后，你没办法完全用到去做到一个常态化。所以我说过，基础课程当中的话，你所得到的东西，你需要更多的什么条件？时好时不好，需要更多的条件。比如说买卖点的量化，你要在有条件下的，包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三买的有效化，你也要干嘛？你要明确它什么时候三买才有效，所以加了很多条件。那么，因为是那个买卖点，那个买一点和卖一点是无法做到做有效化的，做准确化的，因为它是一个阉割版的啊。因为3个月课程没办法去讲到本质的东西，但是这个课程目的是为了让同学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啊，至少市场当中有个正确的认知。但是呢，你实现盈利常态化是有的时候有出问题，因为什么？你要条件的归属，所以说它的交易机会会比较少，时间的成本会比较大。那这个已经是算不错的球体了。但对事实上对很多同学学完基础课程而言，这个球是什么球？它是只有几个框架，它并不是可以说连球面都没有啊，就没有球面。那么我们在高级课程1期同学，那这听好很重要啊，不然的话你没办法后面不知道没办法怎么学了。高级1期的时候，那么同学重新学习课程的话，就是我们说的本质化了，结构本质化、线段的本质化，还有我们的中枢的本质化，买卖点的现代买卖点就是我们的防守买点和我们的进攻买点。那么防守买点和进攻买点是站在三买三卖传统买卖点基础之上做什么？做的有效化，排除一些不太可能出现就无效的买点，比如说防守买点啊，比如说像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永鼎股份，我记得这是我们在高级1期的过程当中的一个作业，永鼎股份。那永鼎股份的话，同学们去画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个三买，但这个三买为什么无效？像这里，为什么这个三买会无效？后面下跌，因素是什么？比如说还有比如什么？比如说，如果明确价格本质之后，你会明白，比如说这个华泰基因也是同学们很多同学一起的作业的，它为什么会上涨？包括近期当中的话，因为我近期没有开课，所以有的时候还不能理解。比如说这个南京公用。南京公用为什么在7月13号大盘大幅下跌的时候，它依然拉涨停？因素在哪里？因素哪里？其实也是买卖点什么？比如说，同学看了这之后，
如果接触过本质结构的同学会明白，看嘛，这是什么？这是独立的日线级别线段啊，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分离之后的一个中枢，而且170均线在日线中枢上方，然后形成的所谓的买点，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买点。那么它的引起我们重视在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干嘛？会起一个跟踪作用，最后的话上涨了。所以说，有的时候如果能够明确买卖点的话，你会发现市场当中对你而言的话，其实你是每天都可以滚动的，尤其是在牛市过程当中。但很多东西牛市反而不会买，为什么？因为涨得比较快，所以涨得比较快，因素什么呢？因素你买的个股这一块的话，干嘛？你没办法赚到很好的个股，所以有的同学牛市并没有说赚到所谓的这种本应该有赚的钱。其实南极公用这个个股，它并没有占所的热点，你看到它没有正儿八经在目前当下所的热点，它只是一个个股而已。那么像这样的个股多吗？很多，而且像我们所想要的未来就是说的牛市当中炒股的节奏，其实就是专注个股，包括震荡市场也是专注个股，都应该是这样的。那么我回到这来看的话，回到刚才这来看。那所以明白本质结构这一块，那么要学会本质结构，你要怎么学呢？就是我说的，当时我在这个开高阶一期的时候，然后这个球是什么？是重新把它给折断，就把这个球重新掰开。为何掰开？因为基础之后来本质之间，它要把这个东西掰开之后要干嘛？再去粘合变成新的球体，因为干嘛？要去把这个球面给完全给丰满起来。那么会变成一个完整的球体，那么这个滚动的话就不存在太多问题。但是在学的过程当中，对于部分同学，在基础当中以及一个思维固态、思维完全固式，很难去改变思维改变。这是我在开高级一期的这个第一阶段课程当中，我花了很多时间，给了很多同学干嘛？因为很多同学是基础的、零基础的或者有一定基础的，那么那时候都是统一基础的，没有接触过所谓的高级课那么我给了很多同学干嘛？这种时间让他去缓冲。所以说我在一阶段讲了很多市场认知，讲了很多关于我们缠论当中的线段包括走势相关的分类的，包括我们一基础当中的线段的一些理解。为目的干嘛？目的是让更加能够把这个东西给折断，重新再粘合起来。在二阶段的时候讲本质结构，把它给粘合起来，这是我课程的设计。那么可是呢，在一阶段有的同学，一个是心态比较急躁，第二个是思维固态，就完全没有办法，或者说并没有把这个球给完全给拆开，然后在二阶段就没法粘合起来。最后怎么办呢？最后有部分同学在所花的时间会更长，所以兜兜转转。那么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是思考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方式要换着方式来干嘛？来让这个球面把它给塑造起来，把这个知识体系给完全给丰满起来，把这个我们的交易模式给做起来。那么也就是我所讲的，如何去把这个东西点给完全给丰满起来，也是今天要讲的。怎么弄呢？就是我们说的今天课程之后，听清楚今天课程之后，我们所有的同学，无论是有基础还是没有基础的同学，将会按照这个逻辑点全部去干嘛？去走。也就是说，我们二阶段，也就是这次课程的高级课程，它整个知识体系、知识点是相似的，知识点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呢，在学的过程当中，因为不同的角度去开始学习的话，它整个球体它可以从各个角面去开始学，不同的角度去开始学的时候，然后干嘛？你对市场的认知这一块和对这个知识体系认知这块会不一样。那么最后的话，会得到很不一样的结果。那么这是我经过我这几天这一段时间去认知思考之后所重新设计的课程。那么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时候就讲我们本质线段，由本质线段引到本质中枢，然后到走势分类，到级别。因为对整个缠论而言，同学们，对整个缠论而言，听清楚认真听。对整个缠论而言，本质线段，所有的线段是我们整个缠论知识体系的一个最基础的、最基本的单位线段。那这个线段的单位怎么理解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建筑一造房子或者高楼大厦平地起打地基是要打的，对吧？包括地基之后
我们的建筑立起来。那么建筑物的它都是用一砖一瓦，包括下面的都是石头啊，一砖一瓦去堆起来的。那这个一砖一瓦的话，就是好比是本质线段，那最后是得到的这东西，你建筑在平地之上到底这个建筑能建得多高，就看这个，你学了多好，理解的多强。所以说这次课程开始呢，最开始学的并不是按我们之前说的把线段的理解不一样。我们现在看嘛，就直接开始学习本质线段。那直接开始学习本质线段怎么学呢？待会儿会讲。我们看到哈，那么这种方式的话怎么办呢？很简单，我们将我们跟一期的学习方式节奏完全拆开来。我们之前是先有球体，然后干嘛？然后去拆了开之后再造球体啊，因为这个时候现在呢不一样。现在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去做这个环。因为整个缠论体系当中只有3个环，一个是本质中枢的环，一个是总式分类的环，还有一个是级别的环。那么这个3个环干嘛？去不断的去我们说的去构造，去滚动，最后就变成一个球面。听清楚哈，这点很重要，因为所有的整个缠论知识体系都是在本质中枢之下、总式分类之下和级别3个环之下的综合应用，那么你就可以变成一个球。好，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由于很多同学对市场的认知包括个人认知，包括对市场认知会有所缺乏，那么会导致本质中枢和总式分类和级别这个3个环的话，干嘛？这3个环它没办法去做成环的统一大小，所以导致无论怎么看都无法成球。这个是高级课程一个重要的点，也是我们高级课程相比其他课程当中一个刷新除了整个知识体系的构造的重新的一个设计，另外重新的角度学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整个课程的授课过程当中会加了很多的个人的认知和对市场正确认知，让这3个环能够尽可能快速的去形成一个球面。那么很多同学说，老师买卖点呢？买卖点这一块我一直跟他说过，市场逻辑而言，本质结构是非常重要。本质结构是让你来学的，因为可能它结构就在那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知识体系就在那里，它本来就存在，但只不过有的同学没法去透过这本质你见不到这个东西点你见不到这个东西点。所以说我们通过缠论的这个方法来干嘛？来看到市场的涨跌的结构，看涨就涨，看跌就跌包括选股，对吧？那么这是把结构学完之后的话，你的买卖点自然就出来了。所以买卖点不是说我要去刻意的去进行一个量化的，买卖点不是刻意的在市场当中设置条件的。相信大多数同学在学习方法的时候，干嘛都会是刻意的去说我要满足什么条件什么的条件，然后综合之下得到一个买点。比如说均线的运用，比如说 MACD， 比如说这个震荡指标比如说其他的，对吧？趋势线还有很多，比如说其他的方法，还有我们的这个波浪理论还有其他，比如说有同学用的可能打板的方法都有。那么是在某种综合条件之下，是什么得到某个买点？但这个买点是主观判断的，不是市场结构所体现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说的市场看涨就涨，看跌是市场给到你的买点就是买点，市场给你的卖点就是卖点，并不是我们主观判断得到的。那这个是什么？在知识体系当中得到来的。所以买卖点这一块是不需要学的，是在结构明确之后自然而然得到这种买卖点，这是我们说的第3个方面。那么当我们最开始打好这个基础本质线段之后，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学这个3个环。学完这个3个环之后，就干嘛？就把买卖点给点出来。买卖点点出来之后的话，就开始打造交易模式。那说到交易模式这块，我一定要给同学多说一点，认真听同学们，这很重要对的结构结构的话比买卖点非常重要，结构才是本质。买卖点同学们听买卖点这一块，你不同的级别，你和不同的结构，不同的交易模式的应用，会得到干嘛？同一结构下的不同买卖点应用。所以你买卖点这一块是不是是吧？是死的，因为你结构确定下之后，买卖点是死的。所以活着在哪里？在我们的结构。
也就是说，我们未来当中整个体系当中，在高级一期是1阶段、2阶段学的全是结构，最后买卖点就几节课就解决了，所以非常简单。但是如果基础的阶段这种所谓的结构你没有明白的话，后面的学买卖点，你会发现你很难去学。为什么？买卖点跟中枢是密切相关的，中枢的唯一才能得到买卖点的唯一。那么中枢唯一怎么得来的？那就是结构。那么结构这一块又跟走势分类，因为只有先有走势分类之后才会有结构，首先确定分类才是结构。那么有的时候才是中枢，有的时候中枢之后才有分类，这两者之间是怎么应用好它，是整个结构的综合应用，就是互联互起，不可能说是1加1等于几，1加1等于几，不可能。1加1等于几到后面就是什么？就是个胖子，这个胖子还是毫无规则的，它是叠加性的东西，这个东西未来是没法用的去滚动的，没法去实战的。那么说了这一点的话，又要强调一点，交易模式这块，交易模式这块是本堂课的重点。为何？因为交易模式这块是事实上是在1期当中也有的同学学习之后是得了经验，交易模式这块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去做，而且有一点出了很大的问题。我待会讲，一定要强调一点，听清楚啊！这个市场当中，不管是传统行业还是我们的资本市场，认真听啊，很重要，这是我对市场的认知，同学们认真听，非常重要啊！交易模式这一块，如果说你是简单的复制某种交易模式，在资本市场永远不可能达到职业投资的职业化，不可能做到持续稳健盈利。听清楚好，我再重复一遍，如果说你是简单的复制某一个人或者某个老师，或者说跟某个老师学习之后简单复制或者完全复制他的交易模式，我可以明确告诉你，你在市场当中是不可能去做到盈利常态化的。为什么？山寨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山寨？这个市场当中是你在参与交易，你在参与市场，一定是适合你的，别人的成功之后是适合他的。这个市场中这个世界当中，人跟人是完全独立的个体，你要做到知行合一，必然而然是要适合自己。如果你守在自己这块你都没办法战胜，没办法去说服自己，没办法去做到适合自己，你不可能做到知行合一。你没办法做到知行合一，你怎么可能去做到交易的一个盈利常态化？你怎么可能把投机做到事业化，像传统行业经营好它？所以说不适合自己的东西去复制，你只是山寨。我没有听说过通过山寨可以找到后面的极致。现在的汽车工业，如果是我们国产汽车，你还一直刚开始是山寨，到最后呢，没有哪个好的汽车产业山寨之后能走得很好的，一定有适合这个东西。所以说复制它不是简单的它不是山寨。那么交易模式这块一定是要找到适合自己这块。所以说除了这点的话，我要明确一点，在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所有的同学都不要去建群，你的学习就只在圈子平台当中，因为我在，如果出现偏差我会说出来。那么在高级一期，有的同学前段时间就刚刚我不说谁啊，我不点名了。高级一期有的同学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学非常好，其实有盈利，而且盈利也很好，而且还是在市场环境相当不好的情况下还有盈利，而且做得相当好。后来呢，他跟我说他做得不好，为什么呢？他说他在加入到某个群，那这个群的话，当他进入到某个群之后，有些人会说你这个交易模式不对啊，你的不对。最后的话，他开始自我怀疑，然后在执行的过程当中没办法做到执行，而且也没有完全学你去明白，最后呢，最后是就停滞不前了，没办法找到经历的方向。那所以这个时候导致所有东西整个就崩掉了。你要干嘛？重新再学，你重新再理。所以我跟一些同学说过很明白，一开始的时候你不要达到所谓的利润的极限化，一开始的时候你先有盈利，让盈利先跑起来，然后去提升这个能力。所以说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每个人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交易模式。那这个适合自个的交易模式是怎么去找？听清楚啊，这个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这学习没办法学最后你一定没办法找起来。怎么去学？这个是整个课程的难点。怎么去学？很简单，第一个，在整个课程当中，你除了去听量化性的方法之外，一定要听对这堂课的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讲球，是方便同学理解。怎么去理解？
理解什么？因为我在讲课程理解的过程是对市场的认知和对个人的认知。那么在这个认知过程当中，你会产生共鸣，你会有对自个一个引导式的认知。那么你会明白我是什么一个状态。有的人跟人不一样，有人是全职，有人非全职，有人有时间，有人没有时间，有人喜欢做激进，有人喜欢做稳健，有人喜欢做长线，有人喜欢做短线，很多种方式。有人能够对吧挨得住大回撤，有人一点回撤都接受不了。那不能接受利润的回撤，不能做交易吗？当然不是。那怎么办？投资组合啊，非常简单。那所以每个人方法不一样，那方法不一样就导致什么？你对市场，对我们在授课过程当中对市场的认知，对个人自我的认知，一定要明确一个点。那怎么去在上课的过程当中，除了去听量化的方法之外，要对这个方法的由来，这个方法的市场的认知这块要去听。然后呢，当整个课程结束了，交易模式这块。我会就往慢一点说，在交易模式这块，我相比一期有一点不同，我会给到几个基础模式的，提出几个基础模式的交易模式。这基础交易模式不是让你去复制的，是让你在基础的交易模式的基础之上去找到适合你自个的。也就是说，交易模式一定要有几个点，什么点？它的基础的几个点，否则它成不了交易模式。也就是说，基础的交易模式是一个成型的，什么成型？它至少是一个看着是一个交易模式，但是每个人应用起来会不一样，可以吗？加一点减一点，那么都是加一点，那么这怎么加怎么减的话，那么到时你整个课程学完之后就明白了。所以说回到课程当下来看，所谓的东西点是一步一步来的，切记不要重复犯像一期部分同学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就想看后面，当下知识点没有完全掌握，然后就看到后面。真正学到后面之后，因为需要前面的基础作为什么？作为辅助。最后呢，学了重要知识点的时候怎么办？没有需要用到前面知识点的时候，前面知识点有没有学会？最后呢，又花更大的时间，更多的时间去全面，所以整个半年的这个学习效率非常差。这个有部分同学当下参加2期的老同学们应该心中很有明确。那么我这堂课为什么这么讲？是因为整个高级2期的课程的话，它需要半年时间，所以它需要时间比较长。那么整个课程设计包括知识点的也比较多，但是完整体系出，但学起来很简单，一步步来就可以。所以我不会像基础课程一样，会不断的去督促同学们应该怎么去学，你要怎么应该怎么样在心理这一块我不会太多的时间去，包括1期也一样因为我没办法，我要花更多的精力在知识点这块授课方面，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作业这块给到同学们所以说我在一开始就说了，把这个说清楚。而且我在资本入门之理的话说了，你要有坚持，你要有独立思考，所以说东西都是环一步步过来的。那么这是为什么我会有上一节课那样一个授课为什么有入门的2项准则因素在这里面。那明白交易模式之后的话，那么接下来同学们就是说从下周本周四听清楚本周四的话会正式开始学习本质线段的开始。因为今天的话同学还没进入圈子，所以我今天课如果讲的话，同学还没预习好，那可能会就讲的效率不高而且的话我也把东西给也讲明白。从本周四开始学习本质线段。那么本质线段是从2个方面来学，一个是什么？职业交易者的就是我们说的线段，就本质线段，它的量化，就是你学完之后你知道本质线段应该怎么画，它的头部就是顶底，它的中枢那么包括它的精确以及线段的一个处理，在本质线段角度之下如何进行它线段的延伸处理和对线段的本质线段一个应用。那么在下周四的话，就是从今天开始晚上开始，明天后天2天，那么包括周四晚1天，同学们零基础的同学，包括有一定基础的同学，你要去回顾一下我们基础视频当中的关于线段的理解关于线段理解，我们也开始学习本质线段了，要把基础也要去看一下，其他买卖点走势分类不用看，只要看线段，把线段这块看明白。那么因为下周四的话还没办法是直接讲到本质线段，因为开始循序渐进，所以说我们先同学打好基础这一点的话就让我们有基础的同学哪怕是没有基础的同学
都可以开始从零开始学，尤其是有基础同学，你会达到一个叫什么？叫做打磨你的根基啊，从最开始打磨你的根基，让你更加去完善自己。那么在整个授课本质线段的过程当中，我会讲到对线段认知。线段认知是来源于对市场认知和对自我的认知啊，因为有时候很多同学对市场正确交易的方式，他应该有的东西是什么？是错误的理解啊，错误理解。包括很多同学现在属于包括现在的话，我们市场这块很多同学对个股的买卖这块，之所以认知错误，是你没法明确你的线段的利润段是怎么产生的，所以说会导致你没办法去做到就是准确的卖点。好，所以说从本周4开始要明确我们的线段的开始学习，学会线段本质之后，就直接学习本质中枢了。那么本质中枢，你学会线段的本质之后，就学了本质中枢。本质中枢学完之后的话，干嘛？又会重新把一些非本质的线段，就是无效的本质线段，把它给抛掉。听清楚啊！未来当中学到本质中枢之后，因为通过本质线段去学到本质中枢，学完全本质中枢去明白之后，再重新把一些非本质线段干嘛给抛掉，以它为中心。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的过去之后，学到最后就是一个球，而且非常简单，立即招。这点话明确的同学听到了，同学打1。好，听清楚同学打1，没有听清楚同学打2，谢谢。好，听清楚啊！这个东西的话，明白的同学打1，没有听清楚同学打2，没有听清楚的话，我再重复一遍，好吧？很简单，就是未来当中的话，你要知道怎么去学习这个东西点。你跟着我来，不要着急。我们重新从本质线段把本质线段去明白之后，到本质中枢，然后把本质中枢搞明白之后，重新要抛弃部分的本质线段。那么学完本质中枢之后，你要学组织分类，要学级别，那就非常简单。非常简单，而且本质的级别听清楚哈，在学本质结构的话，它的级别跟传统的和基础课程的级别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理论是一样，但是实际的量化是完全不一样，否则你没办法做到市场的统一化。买卖点就更简单，交易模式这块也很简单，后面来说。好，那非常感谢同学认真反馈。接下来看到我们今天讲的就是说的这个讲明白这一块的话，那讲明白这一块之后，一定要明确刚才交易模式这块这个方面。如果同学们，这是一个无论是我个人而言，还是什么，还是在这个可能你们同窗学习的过程而言，他们都出现了一个问题点。这个是市场的本质，就是本质理解。交易模式这块一定要适合自己，如果做不到适合自己的话，你在市场当中根本没办法做到滚动。这是我切身的体会，一定要明确。那么这个如果你认知不够深刻也没有关系，一步步过来你就明白了，明白。所以说，当你发现说，因为1期的时候你说老师这个其他同窗做得很好，4个月可能翻了2倍，2.7倍，对吧？也有同学说老师他这个月做得很好，有说老师他做得很好，但是对吧？你其实没有必要去羡慕人家，因为有的时候他每个人的基础可能不一样，走得比较有快有慢。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也不要太贬低自己。所以说在1期的时候，有同学在后期当中就开始反馈出来了，做得非常好，意义是这样的，就是什么？有一个过程，每个人都有适合自个的发展时区。那么对于每位同学而言，你都应该定个目标，4个月、6个月来学习这个课程，把它完全知识点一个过。那么知识点怎么学呢？那是听这次课程的话，跟之前会有个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在哪里？我要告诉同学们一点就是很多同学因为很多同学是没有接触过这个我们的这个常认的这个课程，所以我告诉同学们包括很多基础同学可能也忘记了，或者说重新梳理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怎么学。在这听，就是说接下来当中我们学习工具的应用，一定要应用好工具。那本次高阶2系的它的应用不在视频，听清楚它的核心不在视频，视频是直播视频这块是接收我们的知识点，最重要在哪里？来看到学习工具的话，它主要有3块，一个是易学视频，就是目前是上传了我们的整个完整的基础课程的一个视频，还有高阶课程1阶段的整个上传好了。这个我已经安排小组上传好了，后面的话会陆续上传一些本质线段和本质的这个
中枢的一些理解，现在还没到那个程度，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好，那么比如说这几天的话，你预习好基础课程当中的线段理解就可以了。好，那么预习视频这块是每次课程之前你要预习的。好，要抓时间去预习，所以说把时间调成周一和周四，中间的话，因为周四、周五、周六、周天3天有预习的，周一、周四之间3天有预习的，而且中间还有时间做什么？做作业。那么直播视频这块，记住啊，直播视频这块，此次直播视频跟以前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我发现以前直播视频我讲2个小时，我很累，同学听起来也很累，所以说在无论是基础课程还是我们的高级课程，我耗费了很多心力。这是为什么很多同学说老师，你今年听起来声音比去年声音要老了很多。所以说我在昨天有同学肯定是新同学说老师你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啊，如果你听过我去年的课程，你会发现我的声音更年轻。好，好吧，那所以说这一块的话，当然声音是偏年轻啊，这是我们看到这一块这个视频这一块，那么为了更加高效的，因为有说在疫情当中有同学说老师听录播视频听得非常高效啊，非常好，所以说在直播视频这块我会更加强调整个知识点的输出。当然重要的知识点部分我会有互动，会有个明确，因为让我点出来，你们同学们听起来会更加入心，尽可能把所有的知识点能够在视频课程当中达到50%的一个左右的一个入心啊，那么学习就很就不会很累。有同学学习效率很高，直播视频基本上80%就吸收了，非常快。这个是有基础的，而且投资经验可能有好几年的经验的。当然，有的说这个市场当中比的不是基础，比的什么？比的后续的一个持续积累的爆发力和我们的积累的一个厚积薄发。因为人一辈子不说我是看未来，也不看现在，是看整个投资生涯。只有投资这个活是什么？是活到老头到老的这个吧，做到老的。因为市场当中的财富这一块，现在的话什么有什么创业基金啊，有生活相关的教育基金，年轻人生活。但是过段时间的话，还有什么购房基金啊？等你年龄老一点的话，干嘛？还有养老基金，对不对？然后如果说后期当中你比较很好的话，可能还会后代着想，还涉及什么家族什么遗传的这个基金遗产基金，这个东西都是有人会想到这一点的啊，这个都是跟钱有关系，就是说跟市场投资有关系。而且未来当中我们整个 A 股市场的环境跟以前可以说是天差地别，无论市场节奏还是市场玩法还是整个市场的走法啊，都会不一样。所以说简单的复制这一块已经完全不行，不再适应这个市场啊，后面来学吧。那直播视频这一块是主要是以集中传授知识点，就去讲解知识点为主导，和集中性的，比如说部分作业这一块，通过直播这块进行反馈啊，讲解这块，那么可能同学更加好入心。所以直播视频这块更加直接以视频知识点为主导。那么还有一个工具是什么？是知识星球的一个圈子。那么这次的话将会以圈子为主导，为什么？因为总结作业反馈全部在圈子这块。首先最开始预习，然后是学习，通过直播视频学习。好，那么当天学习之后的话，我会把整个知识点学完之后，今天这课结束之后，那么我会在第二天通过圈子总结这堂课的知识点的学习。那么为什么不在课程当中总结呢？因为课程总结的话，很多同学比较懒，依赖性，说我听老师总结就可以了，不用我这个不总结。所以同学在听完这堂课之后，当下晚上的时候和第二天上午有时间自我总结，然后对照第二天的话，我的总结就是知识点的一个总结去做对比，看你的理解有没有出错，啊，这是知识点的一个角度去过，一步一步去走。然后总结完之后的话，接下来会有作业反馈。作业这一块的话，一个知识点对应一个作业啊。那么或者一类知识点对应作业这一块的话，同学们都要做。做完之后的话，我会给答案，然后同学看了答案之后开始来反馈。什么反馈？对于你不理解的地方一定要问，就是我们之间的互动，在圈子的互动。那圈子互动的话，你可以看其他同学同样的问题，你就 OK 了。非同类问题，对吧？你要主动问这些东西，去造成一个互动。在互动过程，你的问题就是你自我的认知，你的问题就是你自个的，非常适合后期当中去建议你的交易模式
所以反馈这块很重要，很重要。那么，然后呢，然后不定期的，如果知识点比较难或者知识点比较重要，会不定期的进行测试。这个测试会以周末为主导，不会在周一的周五，因为很多同学大多数时间可能还是在这个非全职的，比如说还在上班，所以很多同学要照顾一点。所以说测试的话，就是以家庭作业，比如说周末大型这个家庭作业大作业为什么为主导测试，然后周一来教一样的。那么在反馈的过程，如果有比较重要的，或者说同类型的或者说很重要的，大多数同学出问题的点，我会在直播课当中去集中解决。所以说这种一步步过来。那么在圈子这一块的话，圈子这一块听清楚本次圈子跟之前不一样，认真听。因为本次学习的话，很多同学的话，他的基础知识点起点会不一样，所以如果大家在同一个圈子的话，包括之间的探讨或者讨论的话，很容易带偏部分零基础的带偏，尤其是容易让部分同学很着急，因为有同学学得很好，或者说基础好的话，进步比较快。有部分同学零基础的话，你看到其他同学比较好的，心里会着急这个也不好。因为什么？因为当然从当下看你会着急，但是你眼光放长远一点，未来的几年、几十年未来几十年、数十年，对吧？这个投资生涯，那么你就不会想现在这个半个月时间、半年时间是昙花一现。所以说，为了同学们能够更好的去良好的心态去学习，我会把零基础的和非零基础的分成两个圈子。那么两个圈子的作业会是一样的，这一点因为统一的学习过程。好，那如果说老师，我觉得我的基础非常好就是老师说我的基础非常好，那么有时候老师我参加这2期课程，就是想听你对市场进一步认知，对个人的这种认知其他的方法我掌握得很好了，比如说我已经会做交易，已经有一定持续盈利的我不需要这个，那么你可以不做可以不做。但是我建议的话，如果你没办法达到这种所谓的对吧持续我们这盈利的同学，一定干嘛建议要以这个作业来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所以零基础的和非零基础是两个不同的圈子。那么不同圈子的话，在探讨的过程、学习的推进的过程是不一样的。那么随着最后的话，一定是一样的。所以说，直播课包括反馈各种反馈是一样的，然后只不过同学与同学之间的探讨的阶段是不一样的，好吧？这一点要明白。那么当明白整个逻辑点之后的话，就是我刚才说的整个学习工具的应用。好，这点同学听明白的同学打1。听明白的同学，听清楚的同学打1，没有听清楚的同学打2，谢谢。好，那么因为这次的话，我说过这次课程我毕竟是最后一次讲所以说我希望能够有其他不一样的，尽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更多的同学。但是我说实话，这次课程之后的话，一定是有同学做得好，一定有同学做得不好，就是说还可能还在起步阶段，必然是这样的必然是孔子也一样这个不是所有的人这个弟子的话都可能够成才他72贤人3期弟子72贤人一样的。但是我在尽可能是吧希望这种方式让更多的同学能够快速的成长，哪怕是你不能够在课程结束的时候达到你所要的稳健持续盈利的目标，但是至少你的方向、你的基础、你的框架已经在那里了。随着后面的时间的推移，你是可以的。因为本次高阶课的话和基础课程不一样，基础课程的话是3个月之后就全部结束了，包括你的视频课程你也没办法看，包括你的圈子你也没办法再继续探讨，那这就变成真的就变成这个独立的去学习了。因为这个因素不是我，是因为平台因素它没办法去做这个。那么学费在哪里那么高级课的话，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整个学费在哪里，所以我额外来从平台去申请，当然还有额外的付费这个就跟同学没有关系，这个我们平台上已经给你处理好了。所以只不过这次时间稍微花的时间长一点因为还有老学员这块的圈子也重新要学也就是说高级课程的话，这个课程会接受，学习不接受，是你们小儿通上的视频知识、直播视频知识不会去没有的，就是你可以在那边永远查看，理论上是永远查看，除了一些对吧叫做不抵抗因素
啊，比如说什么这个公司倒闭了啊，我这个不太可能啊，也毕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平台上，是跟微信合作的，微信腾讯公司合作的，那么这个它是存在就一直存在啊。当然后期当中平台上会减的续费，这跟同学没有关系啊，你所交的学费后面就可以。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是吧？是圈子这块，圈子这一块的话，在一期的时候有同学可能会误解，我得明白，就是说不是说课程结束之后，老师我还会一直在圈子解答问题，所有的课程知识点全部学完，我会在圈子里面。但是如果你问的问题是那种依然是视频当中可以找到的问题，我是不会做回复的。哦，更多是什么？更多是你碰了新的问题，或者说你再往上提一点，就是老师，我做了全职这一块，我之前达到一定程度这块，如果要改变进一步的滚动，应该怎么去做？这个时候我会给一定的，对吧？一定引导，一定的方向。包括有同学知识点实在是什么课程之外的或者怎么样，有一定引导，我也会去引导。那么更多是什么？更多是同学们在一起，因为你们是同一阶段的，所以说后面的课程你对掌握一定的模式的话，那么之间的互相探讨是一种探讨性的精进啊，找到对方的不足啊，通过跟彼此的一个探讨，会找到自己的不足，这种精进的方式，不是说课程之后我们圈子啊，我一直还会再怎么样的。其实这个我不说大家也想明白，所以这点一定明确。在一期的时候有东西可能不明白，我这里也明确一点，圈子是一直在的啊。视频也是一直在的，这个就是说的课程会结束，学习不结束。那么高阶2期的课程大致在6到7个月，好，6到7个月。那么本次知识点的推荐会稍微快速一点，快速因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找到一种新的角度来。那么后期当中会稍微更多的时间用在我们的引导教育模式这块，啊，因为从一期反馈的话，很多学生教育模式这块有一定的问题，那个就是基础当中并没有完全去掌握好。那么我希望高阶2期这块的话会相对的不同，因为什么？相比较不同，因为在推荐的时候会把更多的基础知识点完全去做到一开始就去做的扎实，通过一个圈一个圈干嘛去做到一个滚动，把这个球滚起来，哦，而不是先有个小的拆了之后再滚，这样有点笼统，哦，所以说刚开始的同学学习的时候，比如说刚开始学习线段的时候，你就不要着急开始去学习买点。哦，你也别着急去后面的，好，大致整个课程的话，在4个月之后学完，同学们基本就可以开始交易了。4个月，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未来当下行情也会不错啊。那么行情不错，我建议同学们，你当然可以玩，完全没有问题。行情再怎么玩呢？你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把线段学明白之后，你大致就能明白什么样的个股会是大幅上涨的，再结合你自己本身一些交易模式，可能会会一定的提升。那么，然后时间推迟之后，后面那么你后面的话会做得越来越好。主要是 A 股的话，已经不再是之前按我的预期的话，未来行情很可能会构造日线级别的中枢，而当下目前是30分钟的中枢还没有完全成熟。待会来讲大盘嘛，别着急，好吧？这是对整个市场的一个学习工具一个明确。那么明确之后的话，这里要说最后交易模式的话，有问老师到底交易模式最后什么样是一个我们作为一个目标？我说过，我在文章一线也说过，所谓的入门级这一块的话，也就是股市小康这一块啊。如果达到入门级，基本上实现通过股市实现小康。股市实现小康的话，你入门级别在什么情况呢？给大家参考，不是绝对。你比如说老师一定达到这个才怎么样的啊？就是说大致是30和50万，然后3到5年能够滚动1000万，你才可能可以实现全职化的收入。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的话，我建议你还暂时不要全职，听明白了哈？如果能做到这点，那差不多就可以全职。好，就这样之后，因为同学们也明白啊，当你全职之后，你面临压力很大，因为有的时候你做投资的这一块，行情不好时，你不可能实现全仓。啊，有时候老师为什么你是全仓？我全仓的时候是通过投资组合，未来我告诉你为什么怎么玩全仓啊，这个先不讲啊，后面会讲到。有的同学说老师仓位这块一直不敢，我告诉你。其实对我来讲，听清楚好，我在基础课程包括一阶课程也讲过啊，我说过，对我而言的话，我的仓位一直都是不低于80%，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个股的一个组合的一个分配，啊，那么我的个股组合分配的话，因为资金小的话，因为我资金大的话会稍微好一点，可能对同学而言，如果说是在500万以内的同学，不建议超过3只股票，500万以下不建议超过3只股票，好吧？这个说明白了。好，那么后面来讲吧。所以这大概是入门级的整个的
交易。如果达到这个入门级的话，你可以走全职化；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可以一般的，可以把你重心未来当中，比如说你说我跟这个还有一点差距，我一定大致可以实现每周多少的盈利一个复利滚动，那么这样的话，你可以稍微把你的，当然我不建议说老师不建议每个人说我都要全职化，其实对生活而言不只是赚钱，同学们，对生活而言不只是赚钱，尤其到你后面你做交易时，我刚才说过，整个交易模式是适合自个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跟别人去佐证，你有没有办法说老师我可以告诉你我的这一方我交易模式是最牛的怎么地，没有模式是最牛最适合的。那么最明显的展现就是你的交易模式会让你做到稳健盈利、持续盈利。所以说，交易做得越好的人，往往是心里是一孤单的，而且是挺寂寞的。有的时候你可能这种成就感的话，当你的财富积累一定程度的话，其实成就感已经不再会通过财富来体现。那这个时候，你会对生活出现这种所谓的厌恶就会导致你对生活会导致干嘛？就是一种叫做叫什么？这种叫做一定什么消极对待。你一旦市场对生活没有这种所谓的激情和感兴趣的话，那么那种消极对待之后，会让你容易造成一个极端，什么极端？就是我们说的抑郁症，就是当时对市场没有什么的感兴趣，抑郁症，那这个人生的话，后面就很难，就是比较悲哀的。所以说，人活在市场不只是为了钱财，但钱财是一个基础对于居家人而言，我们并不是遁入宫门，我们不是道家的，所以说我们不是居家修行人的，有家庭，有父母有什么这个很多东西，有身边的朋友，有时候你有能力可以帮人家一把。所以说，钱财在某种方面的话，现代文明是有很大的作用的，但它不是唯一的作用，也不是绝对的作用。所以这一点的话，我需要同学们能够当然是这一点多讲一点，就有的时候也希望未来当中，如果同学做得很好的话，能够重新回到这一刻希望会走得更好，因为会到最后的话，无非什么这一辈子能够心安就 OK 了。好，这是整个市场的整个课程的一个设计，包括未来怎么学习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好吧？那同学听明白，同学给我提示打个1，好，听明白同学给提示打1，没有听清楚同学打2，谢谢。好吧，所以说刚才说的这一块呢，我就是没有，哪怕你真的会这个可以全职，或者说你已经不再局限于通过这种工作来到这所谓的投资收入的话，那么我也不建议很多同学可以放弃你的工作，因为有的时候当你不再受钱财这种限制的话，你参加工作，你的心态会很平和，那么你可以看到的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人生百态包括各种的感悟你会有很多的这种感受，那么会对于人生的成长会非常非常重要，好吧？不是说20岁的、30岁的、40岁的人才需要成长，70岁、80岁的依然需要成长。好，这如果按佛家角度说的话，人这一辈子中间阶段，上一世不知道什么情况，下一世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人最怕的就是当人离开这个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不能是心安的，能不能是淡定从容的，能不能是安详的，那什么才不会去说这一辈子真正的是有意义，好吧？所以佛家最后的修行是所谓的叫做超脱生死，超脱生死。好，那么这个我就同学非常好，那么多讲一点那么感谢同学一个热心反馈，好吧？好，那么这的话就是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就是说整个市场的学习的节奏，那么从本周4，那今天晚上之后的话，小助会逐渐的拉同学们去进入圈子。如果今天晚上你没有进圈子，不要着急，明天也会。因为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就好比加好友一样，有时候有的时候这个时候重复了，可能那边就没反应过来。知识星球的圈子它并不是像一大公司的这种所谓圈子但是它还蛮好用我觉得还可以，用习惯了非常好，好吧？所以小部分同学的话没有接触过圈子的同学，要这2天在预习的过程当中来圈子跟我聊，或者跟其他同学聊，然后干嘛？然后逐渐的熟悉圈子的一个应用的这个功能，好吧？今晚课程之后就陆陆续续的开始进入圈子了来拉进入圈子。明天后天
今晚没拉进去的话，明天也会啊，明天也可以，好吧？这几天开始陆续进圈子，那么我们就开始，这也是高级课的正式学习。今天晚上的课程，同学们，我再强调，今天晚上的课程是一个开篇，但这个开篇没有给你讲到所谓的课程方法的量化，但它是整个课程学习的灵魂所在、核心所在，让你怎么去学，否则你会很乱。好，当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发现老师我有点迷茫了啊，不知道怎么去下手了，重新回看今天这堂课，OK， 千万不要给自己钻牛角尖。我再强调一点，因为缠论它是整个知识球的知识体系，当你学一个知识点的时候，没办法完全独立。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在接下来开始学本质线段的时候，你要运用到什么级别？好，但是呢，级别呢，我会简单讲，你又没办法让你完全透。所以说你会发现，老师我在学本质线段的时候有点懵，似懂非懂，很正常，因为它是整个球，你是一个刚开始做个闭环，就要把这个环捡起来。只有把整个的球完，整个知识体系，比如说级别、中枢、走势分类，那么你才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统一大小、统一点的错。那这个时候粘合在一起，你才可以变成球。那否则你怎么是球呢？啊，因为它把这个环直径是一样大的，所以它们知识点是有统一性的，但也不可能，毕竟是不一样的啊，有连续也不一样。所以说，在你学习的过程当中，你发现部分知识点没有办法让你在学习这个知识点需要用到其他知识点来理解的时候，这知识点我会一笔带过，因为当下要把这个知识点学明白，它是个球嘛，你没办法去完全独立切开，没办法去切开，所以你只能是什么一个知识点一个知识点过。那应用到其他知识点的时候，你不要那么去说老师我很纠结，一定不要钻这个牛角尖。所以说，课程是越学到后面越明白，越学后面是越完全明白，然后会有一个知识点讲完之后，你会整个叫做恍然大悟，那个叫做球就成了，就体系建成了。然后呢，就开始不断的去精炼，不断的去丰满，然后最后是不断做减法，好吧？这个整个课程设计。好，那么讲完之后的话，那我们就是逻辑的话就是接下来干嘛？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指数，给大家同学简单分享指数。指数的话，对于部分同学来看，尤其是有同学学过基础课程同学，你并不知道这个线段怎么画，因为我从开始的这个讲授本质结构的时候，我就已经变了，就是我们文章当中包括所有当中都是已经以本质结构、本质线段来体现市场逻辑的。所以说呢，有的同学可能看不明白，但因为我的目的是为了让高级课同学有一个佐证啊，那我知道我学到什么程度，所以现在大家看懂依然是依然是本质线段。那么我们看到是整个市场逻辑的话，我现在跟大家分享过，市场的节奏点是什么？还非常简单，它就是一个月线级别的，这是一个周线级别线段，这是月线。好，听清楚啊，它是周线级别线段，并不是所谓的老师这个是周线线段，对的，它是周线线段，但这个周线线段同时是是日线级别走势的结构，所以说它跟周线级别还没有关系。说了我也不看周线，因为因为它是日线级别的结构，因为这个周线阶段的话，这个周线级别的结构一开始说有一个中枢。好，那接下来我跟同学去做个简单分享，未来的时候做个简单的预判，做个推演啊，就是大致让同学明白市场逻辑结构怎么演啊，不会让同学说老师我未来当中总是一个懵啊，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好吧？听清楚啊，未来市场当中结构怎么看呢？它会两个节奏，第一个，它干嘛？一定会是构造第二个中枢，日线级别中枢。这个日线中枢到7段呢，还是5段呢，还是多少段呢？没有关系。好，学会未来本质中枢之后，你会发现怎么去明白中枢的级别、本质级别。所以大致先不要去那么明白这个是走明白这个，不要学他纠结这个老师我现在不清楚，没有关系，你只要知道结论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未来当中它是一个震荡啊，简单讲就是一个震荡。这个震荡跟这个中枢跟这个震荡是同级别，听清楚啊，同级别，会以这种方式做做上涨。那么这个上涨的话，如果是这种方式上涨，它实现不了10年性的慢慢的慢悠，实现不了。那么未来当中是10年慢悠怎么实现？我咱们不就管，还看10年，1年都看不明白，还看10年，当下就 OK 了。但是有一点强调，目前市场的结构，整个村里面包括高层，
他们要走的就是慢牛，就是慢牛，也就是说它就是慢慢的震荡性上涨，不太可能出现像什么像这种的这种逻辑性上涨。好，这样涨了就涨了疯了，对不对？疯哦，这种是刚开始市场不多久的时候，那时候杠杆资金还比较少，还比较算是符合我们国家的经济啊，所以说实现一个慢慢的上。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跟类似的，但只不过到底怎么走你不知道。所以说整个市场的结构的话，未来当中它应该是这样逻辑去找。那么来了，有时候问他说，那这个结构应该怎么构造呢？听来看啊，目前还没有到是吧？啊，老师我还不是吧？到时候去是吧？去做一个中枢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下还没有出现日线级别的结构变化。什么叫做日线级别的结构变化？也就是说，当这根上涨的30分钟级别线段出现的上涨终结和下跌，说明有新的30分钟级别下跌，那意味着这个日线级别结构是有变化的，它内部变化。那么以现在看的话，这个它内部变化没有丝毫的变化，也就是说，无论今天的涨还是之前的这波跌，7月13号的这波跌，它都是这个30分钟级别线段的内部结构变化。所以说，这个过程的买点只会是30分钟级别买点，一定不是日线级别买点。如果是日线级别买点，那就变成什么3买上去了。所以说现在呢，日线级别没有变化。那么30分钟级别变化的话，它怎么来的呢？你还明白？从未来当中，市场结构会先构造30分钟级别的，对吧？这个中枢有可能后期当中会再砸下来之后干嘛？形成日线级别的3买是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那么日线3买能不能形成呢？不用管它，因为当下做的交易，你要看的是什么？就是30分钟级的中枢要形成日线级别的买点，必须要把30分钟级别破了。那30分钟级别破了吗？没有破。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啊，要是震荡之后再上，然后在日线级别形成日线级别周期上方的30分钟的买点。同学听不明白没有关系啊，您就听不明白没有关系啊，到后面会讲到，好吧？听不懂没有关系，我大概聊一下这个问题。好，那么这样上的话也是一种方式。所以在这一波过程当中，如果你死守一只个股是不合理的。我听说啊，不是什么死守的，就是大多数个股出什么滚动，级别化会相对来说会与30分钟级别差不多。所以说如果在这波过程当中你一直说做日线级别的话，可能会错失这一波上涨行情的一个最佳的资金的利用率。这是我要这表达的，从择时得到情况看的。那么对于我们而言的话，大盘上涨涨跌没有任何关系，它就是什么，对吧？就是要看个股。所以说大盘嘛也是没什么看，没什么说的，只不过给到我们一个仓位啊，还有择时嘛，还有这个操作级别嘛，一个参考。那么所以说这个就是很明白了，整个 A 股的逻辑就在这里。那有同学说，老师为什么不看创业板？创业板的话其实不影响，创业板的逻辑结构如果应用到选股这一块，其实你可以说用创业板看，但最终选股还是民企个股买卖点，所以根本用不到创业板指数的选股，用不到。那么未来当中市场当中体现风险与非风险的话，你会明白就是在大盘当中，而尤其后面会加入更多的权重和大盘股，以及是更加这个全面化，那么大盘的这种可能看的就更加好了，好吧？好，所以说现在看这是30分钟级别上涨下跌，那么今天上涨内部是一个5分钟级别，这个5分钟级别可能还没走完，它会上涨因素我之前说过了，是在这个学过同学明白，一期的这个高学同学会明白啊，这是什么？是在什么31什么？我忘记了，不记得点位啊，我看看，不对，是这一看，是在我记得昨天谁给了什么点位来着？文章当中，这个是什么？对，3218，好，3218是在3218上方形成了5分钟级别买点，中枢线在这里，好，你看有买点这里，所以涨上去了，3218，好，所以你如果能够明确结构的话，明确买卖点非常简单。那未来当中的话，干嘛是一个5分钟级别上涨？那
当上5分钟这边涨没涨完，说明天看呗，看怎么样。其实这个东西的话，就算的话它会不定震荡，也是以30分钟的中枢逻辑而言，所以不用太多的去考虑太多，还是看个股，这是大盘。好吧，听懂的同学就听懂，没有听懂的同学没有关系，因为你还没有接触到这一块，未来都在学吧。好，那么今天的话，我们课程就到此结束了。OK， 好，就说这个听明白了啊，那就很好啊。有意识的同学你可以好吧？好吧，那所以说大盘当中没有听明白的同学，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你本来就是从零开始学习，好吧？所以对自个有的时候不要太严厉，对自己有时候不要太严格。人呐，一辈子当中，你可以努力，啊，一定要努力，但是呢，不要不要用力过猛，不要用力。人是一个平凡的，我们都是很平凡一个，所以说，有的时候不要对自己太苛刻，太苛刻的话干嘛？除了活得很累之外，不利于我们的成长。所以说，你可以努力，但不要太用力，好吧？好，那么07的同学，不管你今天没有听明白，就是不管今天这个大盘分析没有听明白，你只要把今天第一课的逻辑节奏搞明白 ，OK。后面按照节奏来就可以。有一定基础的同学，你可以在我们后续全面的这种所谓推进的过程当中，一步步去完成你的精炼。如果想精炼的同学，一定不要错过这次课程的学习，好吧？你说有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干嘛？你要加油，不要像之前的那种兜兜转转。好，那么今天到此结束了，好吧？好，那么我们就到此结束了。有问题的话，明天来圈吧，好吧？那么我们就再见喽。同学们，好，再见了，好吧？好，那么感谢同学们一个反馈，好，非常感谢。每次的话，我们课程当中直播的话，就是为什么不用录播？就是直播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们的反馈，对我来说会是一个，好吧，会是一种这种会让我找到一种课程的话一种有血有肉的感觉啊，不容易太空泛了。好，那么我们就再见了，好。再见了，好，同学们晚安，好，拜拜。希望同学们今天的话，我给了同学们一节缓冲的课程的时间，也是给了同学们一个非常就是这种什么正好的一个方向啊。如果同学没有方向，给了一个同学方向。你说希望同学以今天为起点，我们真正的开始，好吧？接下来一步一步。给自己定个目标，等4个月之后，或者说半年之后，回头看今天的话，我希望同学们有一个很大的感触。那么就讲这些了。未来当中其他的知识点啊，包括其他的有市场认知，还有我想跟同学分享的，包括同学们你想跟我去这个会分享的，我们一起继续互动，一起进行一个碰撞。那么今天的直播就结束了。好，那么未来的我们的时间还很长。再见，明天我们圈子再见，同学们，拜拜，晚安。